2026年，如果你不想被时代无情的淘汰，你必须要看懂正在发生的这场规则大洗牌。今天影片里会提到的这4个关键 AI 技能，将会直接决定了你的未来身价。这里是我认为你在2026年应该掌握的一些核心 AI 技能。如果你现在问我说 Terry 啊，到了2026年，你觉得慢慢的什么样的人会被淘汰？我的答案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。被淘汰的不是那些不懂代码的人，也不是那些没有创意的人，而是那些不懂得驾驭 AI 新工具链的人。自从2022年末 ChatGPT 发布以来，生成式 AI、Generative AI 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。从一开始大家新鲜感满满的 ChatGPT 来写文案，等它给你答案，到现在的 AI Agent 自动接管工作流，再到 DeepSeek 引爆的全球开源革命。如果现在你还停留在会用 ChatGPT 问问题和等它给你答案的这个阶段，我必须很直白的告诉你，你的技能包已经过期了。今天这支视频，我会为你深度拆解2026年你必须掌握的4个核心 AI 技能。这不只是教你用工具，而是教你如何在 AI 时代构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护城河。特别是等一下我们会说到的第3个趋势，真的让我非常意外。我真的觉得它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改变 AI 世界。奇怪的是，现在几乎没有人谈这个趋势。如果你想在未来的浪潮中站在浪尖上，成为冲浪的人，而不是被拍死在沙滩上，请务必静下心来，把这支视频看到最后。嗨，我是 Terry On 的数字分身。做生意的都知道，老板的时间最宝贵，所以 Terry 创造了我来帮他分担输出，而他自己在外为公司奔波，及为各大企业解决他们的难题。虽然他今天不在办公室，但他的商业大脑一直都在。他把关于商业企业系统管理、AI 和未来趋势的深度见解全部同步到了我的数据库里。我会把那些复杂的 AI 技术和商业理论全部剥掉废话，提炼成你能听懂、拿走就能用的精华。老板不在家，干货照样发。如果你不想被时代淘汰，而是想抓住机会，现在就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带你用更智能的方式看懂这个时代的生意经，建立一个真正能为你赚钱的系统。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能让你思维升级的内容。我们先从最基础但也是最重要的技能说起 ，Prompting 提示词工程。我认为这是一个所有现代人都应该掌握的技能，以及一套工具。很多人可能一听就笑了，可能大家会说 Terry 这个我早就会了，不就是跟 AI 聊天，叫他帮我想东西而已吗？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误区。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以为自己用 AI 已经到了智能的阶段，但其实大部分出来的效果却没有预期那么好。到了2026年 ，Prompting 不再只是简单的聊天，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然语言编程。如果你还在用请帮我写个文案这种模糊的指令，那你就像是一个拿到了屠龙刀却只用它来切菜的人。想要让 AI 真正为你产出高价值的商业成果，你需要记住这2个核心框架，你的水平会超过 98% 的人。第一个叫 TCREI， 它的框架分别代表 Task 任务、Context 背景、References 参考资料、Evaluate 评估、Iterate 迭代。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通用 AI 聊天机器人，比如 ChatGPT、Gemini、Cloud、DeepSeek、Grok、Perplexity 等等。我们先说 Task 任务，你要明确你要 AI 做什么，也给它一个具体的角色，不要只说请你写一个文案，你要说的是你是一名拥有10年经验的资深营销专家。再给 AI 一个 Context， 也就是情境，你要给它背景信息，比如目标受众是35岁，处于职场焦虑期的妈妈，他们痛点是时间管理。再来，你要给 references 参考，这是拉开差距的关键。你要给他几个你认可的范例，让他模仿。AI 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，这在技术上叫 few-shot prompting。再来就是 evaluate 评估，这个是给 AI 分配评审角色，对任务执行的结果进行评估，并提供反馈意见，避免 AI 幻觉或者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最后就是 iterate 迭代，我们永远不要指望一次出完美的结果，你要像改下属作业一样，告诉他哪里好，哪里需要微调。如果你用了这个方法，但还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那你可以试试第2个框架，叫做 RSTI 框架，分别代表 Role Style、Tone、Instructions。当 TCRI 无法满足你的精细需求时，这时你就用 RSTI 来精准控制风格和语气，让 AI 不再说那种客套的 AI 味的废话，
而是能说出有温度、有逻辑的人话。我非常建议你认真学好 prompts，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 AI 技能，它可以帮助你解锁所有 AI 工具以及更高级的 AI 能力。这就好比你想成为绝世剑客，你就要先学会怎样正确的挥剑。如果你连这个基础都打不稳，不管你的剑多贵多帅，你不会挥剑也没用了。当你学会正确写 prompt 之后，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 AI 工具组合。我认为每个现代社会的人都应该会用一些 AI 工具。你其实不用学很多工具，第一个基础工具就是通用的 AI 聊天机器人，它可以帮你回答问题，识别图片里的植物，重写邮件、写报告、分析图片、分析数据、分析视频。你还需要一个工具可以帮你查新闻和做市场研究，还有一个 AI 生成的研究报告，深入研究产品开发。最后，你还需要一个工具可以帮你真正做事情，比如做 PPT、做数据看板、做简单 APP。好消息是，现在已经有很多通用 AI 聊天机器人已经具备这些功能，比如他们可以回答问题、写内容、做研究、帮你学习、帮你开发产品。所以你不需要学很多工具，订阅很多服务，你其实只要选一个 AI 助手，比如 ChatGPT、Gemini、Claude， 然后把它用熟就可以了。如果说 prompting 是让你学会和 AI 沟通，那么第二个技能 AI Agents 智能代理就是让你学会管理一支特种兵团队。这是目前 B2B 领域最赚钱的，也是企业最需要的技能。什么是 Agents？ 传统的 AI 是你问他答，而 Agent 是你给他一个目标，他去执行。他会利用 AI 自己自动去拆解任务，调用工具，最后完成工作。它不再是一个对话框，而是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数字员工。例如，客服 AI Agents 可以自动回复邮件、自动接电话；编码 AI Agents 可以帮你写代码。这些就是独立 AI 代理产品。但是过去1年，很多公司发现，如果想真正使用这些 AI Agents， 他们必须认真思考怎么把 AI 整合进自己的工作流程，因为公司不可能完全改变原来的流程。很多时候，公司需要自己开发 AI 解决方案。在我的公司里，我们已经通过构建自定义 agents 来重塑工作流。比如，以前我们的客户流失预警需要人工去查表和分析客户行为，但是现在我们做了一个客户挽留的 agents。这个 agents 会根据客户退订的原因，比如可能他们觉得价格贵，或者功能不好用，或者不匹配，这个 agents 会自动生成一封高度定制化的邮件信息，甚至提供专属的优惠券或者解决方案给客户。这个比人工反应快多了，因为邮件非常个性化，所以客户更可能留下来。事实也确实是这样。另一个常见的 AI agent 是自动报告系统。很多公司花很多时间在整理财务报告、投资人报告或者数据报告。现在 AI agent 可以直接连接数据库，自动生成报告。尤其是金融行业、医疗行业，这些有很多隐私和合规要求的行业，所以我非常推荐你学习的技能是开发自定义 AI agent。现在有很多框架可以用，有的不需要代码，有的需要代码。不管工具是什么，真正重要的技能是把 AI agent 整合进企业流程。这个技能现在需求非常高，无论是公司内部岗位、自由职业都非常吃香。这个技能的商业价值在于，当你学会构建 AI agent 之后，你不只能帮自己公司降本增效，你还可以去帮别的公司做数字化转型的咨询。这是一门稳赚不赔的卖产值的好生意。接下来我要讲一个让我感到很惊讶、出乎我意料的趋势，那就是中国推动的 Open Source AI 开源 AI 的全面爆发。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开源 AI。开源 AI 是 AI 系统的核心组件，公开给公众使用，包括模型架构、模型权重、训练数据、推理数据、使用许可。而闭源 AI 是模型和训练过程是完全私有的，用户只能通过 API 网站、企业平台来使用，例如 OpenAI、ChatGPT、Anthropic Cloud 和 Google Gemini。从2022年开始 ，AI 行业一直被闭源 AI 主导，主要是美国公司，直到 DeepSeek 的出现。DeepSeek 证明了开源模型可以在性能上媲美闭源模型，性能几乎和闭源 AI 一样好，而且成本非常低，甚至只有闭源模型的1/10。为什么老板们必须关注开源？因为第一，从成本红利的方面来说，如果你的企业想做 AI 应用，大规模调用 AI 接口，你用开源模型能很大的降低你的 API 成本。第二，从数据安全方面，开源模型可以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，数据不用传给 OpenAI，
这对金融、医疗等等对隐私很敏感的行业是巨大的安全。第三，没有平台锁定。如果你用 OpenAI， 其实就被绑在它的生态里。在开源，你不用担心某家公司突然涨价或者封你的账号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所以，当开源模型的性能接近闭源模型时，很多公司就开始转向开源。而且很有意思的是，很多顶级开源模型都来自中国，比如 DeepSeek 和阿里 Q 文。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预测，到了2026年，开源 AI 将会占据商业应用的半壁江山。如果你是开发者或者想做 AI 产品，一定要关注 DeepSeek、通义千问、Llama 这些模型。我的建议是，不要只盯着 ChatGPT， 去试试开源模型，去 Hugging Face 看看，你会发现一个更广阔、更自由、更便宜、更透明的新世界。最后一个，我认为2026年必备的技能，也是我觉得最酷的 Vibe Coding， 中文普遍叫做 AI 辅助编程。我现在真的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做产品，不管你会不会写代码，有没有开发经验，现在做产品都变得越来越容易了。以前你想做一个 App， 你一定要学 Java、Python、C++， 学到头都要秃了。但是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，只要你会说话，只要你打开一个 Vibe Coding 工具，只要你有想法，你就是程序员。在2026年，构建产品将不再是程序员的专利，而是所有人的权利。Vibe Coding 的核心逻辑是你用自然语言告诉 AI 你的创业，比如我想做一个漫画生成的工具，用户只要输入文字，比如漫画概念和人物设定，后台自动生成连贯的漫画。当然，你还是需要调整一些东西，让它更稳定、更可扩展。像 Cursor、Repeat、Bold、New 这样的工具会自动帮你写代码、改 bug， 甚至部署上线。你只需要负责品控和审美。如果你是开发者，一定要试用这些 AI 编程工具，因为你可以快10倍写代码，快10倍学习技术。最近也出现了很多开源 AI 编程工具，价格更低，所以2026可能会有更多选择。这其实也意味着你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来验证你的商业想法，也可以是最小可行性产品 Minimum Viable Product MVP。你不需要辛辛苦苦找技术合伙人，也不需要花几十万去找外包。你自己花几天时间就能搓出一个能用的产品，然后推向市场。对于老板来说，这意味着你的试错成本几乎降到0。除了这4个核心技能，2026年还有2个不可忽视的正在崛起的趋势值得你关注。虽然还不是必备技能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一个是多模态 （Multimodality）， 另外一个是 AI 安全 （AI Safety）。多模态指的是 AI 现在不只能读文字，还能看图、听声音、看视频。AI 生成的声音已经逼真到连亲人都可能认不出来了。AI 生成出来的视频虽然还可以看到瑕疵，但我觉得这些瑕疵在2026年可能会解决。这些在将来将会彻底改变内容创作行业。而 AI 安全 AI Safety 呢，听起来很无聊，但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。随着 AI 能力越来越强，所以安全问题就越来越重要。我们要如何防止 AI 被滥用呢？要如何防止数据泄露呢？要如何确保它不产生有害内容呢？如果能解决到这些问题，这个能力将会是将来企业非常需要的能力。好，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要想跟上 AI 时代的商业趋势，你需要掌握这4个关键技能。1. Prompt Engineering， 学会与 AI 精准沟通。2. AI Agents， 构建你的数字员工团队。3. Open Source AI， 利用开源红利降低成本，保障安全。4. Vibe Coding， 用自然语言构建产品，把你的创意以低成本变现。各位 ，AI 不会取代你，但会用 AI 的人正在取代不会用 AI 的人。这句话我已经说了无数遍，但我希望今天你能真正听进去，不要因为觉得难就退缩。这些技能，哪怕你只掌握了其中一项，都能极大的提升你的职场竞争力和商业价值。现在我想问你，这4个技能里，你最感兴趣或者觉得对你目前生意帮助最大的是哪一个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根据大家的反馈，在未来的视频里做更深入的拆解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启发，帮你打开了 AI 时代的新视野，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Terry，On 的数字分身，我们在商业进化的路上一起前行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